北京的明13陵中有一个可以让游客进入地下宫殿的陵墓，那就是定陵。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2位皇后的合葬墓。万历皇帝是明朝第13位皇帝，名叫朱翊钧，年号万历。他在位时间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最长的，一共有48年。曾经是临恩门，只不过现在只剩下筑基。感觉这个跟那个其他地方看到的还有点不一样的。这里就是临恩殿的地基，只剩下临恩殿的遗址和这些筑基。长陵开始有临星门和神伯炉，其他的陵都是照长陵建造的。而现在只有长陵的神伯炉是明朝时候的了。长陵的临恩殿放着一个，首都博物馆也放着一个，所以我在想，这个应该也是复制品，真品应该在库房里放着呢。九龙九凤观。青花胭脂盒，只比我的拇指大一点儿。从15贡明楼，后面是那个宝城，金刚墙。你瞧，这边有隧道门，第1探沟砖隧道。看，指路小石碑，指路石，当时还以为它是麋鹿石。此石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，3丈5尺。定陵是中国第一座被考古学家打开地宫的皇帝陵寝，也是唯一一座。那么当年为什么选择定陵来发掘呢？那还得从1956年春天说起。当初本来是想发掘朱棣的长陵，但是由于长陵规格太高，发掘难度太大了，考古人员挖了好几个星期都找不到地宫入口，于是就决定先选择一个相对小点的陵墓进行试掘，先练练手，等积累了一定经验再发掘长陵。那么先从哪个陵墓练手呢？开始考虑的是嘉靖皇帝的永陵，但是永陵规模也很大，仅次于长陵了，估计发掘难度跟长陵差不多。而崇祯皇帝的思陵呢，因为它是妃子墓改建的，规格又太小了，挖思陵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，最终决定还是挖定陵吧。因为万历在位时间比较长，史料比较多一点，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，在定陵的宝城出现了一处砖墙脱落，地宫入口会不会就藏在这里呢？于是决定从这里开挖，还真就找到了地宫入口。定陵的地宫是仿照紫禁城东西6宫建造的，分前、中、后、左右5室，每个墓室都有单独的用途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明天再告诉你了。好。
到了宝城的后面了，前面就是地下宫殿。要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。这有一个地下宫殿安全疏散示意图。我们现在就是从安检这个地方进来，从隧道旋出口出去。挺深的，好深呀！看，这就是那个龟字形的金刚墙，就是这么一大块砖一大块砖拆下来的。哦，它这边确实是左配店。这是大明嘉靖年制的一个青花瓷的大缸，就是以前是点长明灯的。这么大的一个青花瓷大缸，制作工艺在明代啊是非常困难的，现在也很不容易。万历皇帝的宝座。这个门是整块汉白玉的，门钉都是9个，应该说是这道大门。它是有一个凸起的，那个石头可以抵在这个底下，然后它是这么抵在它。这是门后面的一个自来石，然后门后面都有这一个。咱们是从左配殿过来的，它是左配殿和右配殿里头其实没有放任何的棺椁，它只有后殿放的棺椁。不到跟前儿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棺椁有这么大。这叫跟风，就觉得好像投点币，然后就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吧。我们这就从地宫出来了，我们现在从地宫的出口出来，但实际上这是当年发掘时候的入口。刚才进地宫的时候一直在下，一直在下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所以这次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，数一数有多少级台阶，1、2、3、4、5。从这儿以下都是条石，上面就是砖了。从地宫到这个地方有47级台阶了。从地宫到地面出口这儿有92级台阶。哇，上面就到明楼了。我现在是在地宫的出口，刚才呢是从明楼的侧面顺时针绕了宝城半圈进了地宫的入口，然后从地宫的出口出来呢，就直接能看到明楼。神宗显皇帝之陵。
这个已经值回一票的了。太密了，啥也看不见，只能看见15贡。可能是修旧如旧吧，木质的这种房檐，它还是原来的这个颜色，没有重新刷新。到了乾隆年间呢，朝廷重新修建13陵，都是拆大改小。清朝再怎么修建帝陵呢，都是比明朝的13陵的规模要小。清朝的皇帝都比较节俭吧。说到万历皇帝，最著名的要算他28年不上朝的事儿了，是不是很奇葩？朱翊钧10岁即位，在能臣张居正的辅佐下，曾经也是个勤奋的进步青年。但张居正死后，皇帝缺少了约束，进步青年也慢慢的懈怠了。再加上自己有严重的腿疾，又常在朝堂上被群臣挤兑，就更加不爱上朝了。另外还有著名的国本之争，就是按照明朝的规定，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，但是皇帝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，却非常喜爱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，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这一争就争了15年，最后还是皇帝败下阵来，而且身心交瘁。皇帝宝宝心里苦啊，虽然贵为天子，却被群臣压制，最后真耍起小性子来了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谁知道这一躲就躲了小30年。但是要强调一下，这不上朝可不等于不管事儿。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了，可还是牢牢把控着整个朝廷的，甚至他在位的时期被史上称为万历中兴。遗憾的是，1966年帝陵中出土的万历皇帝及2位皇后的尸骨被焚毁，由上等的金丝楠木制成的巨大棺椁也被扔到宝城外的山沟中，被村民们捡到，有的打了家具，有的做了棺材。另外，由于当时保护技术不到位，帝陵出土的很多文物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文化损失。后来国家决定不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，所以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儿，一座帝陵的挖掘，换来了其他几百座帝陵的岁月静好，也算是一件幸事儿。